大家好，戴眼镜的话筒的拉撒偏偏，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热情的点赞支持。咱们继续聊奇幻爱情悬疑大剧第8号当铺。上集说到，因为孙卓来当铺找韩诺而吃醋，阿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存放灵魂的瓶子，里面的灵魂飞了出来，附在了一名当铺杂役的身上。阿静查找后发现，意外逃脱的灵魂是个宋朝人，名叫高峰。灵魂丢了可是重大工作失误，阿静也不敢告诉老板，打算自己抓高峰回来。偏偏孙卓离开时，韩诺给了他一次瞬移的能力，高峰便趁机藏在了孙卓身后，也跟着逃出了当铺，来到了21世纪的现代，可给宝宝吓坏了。周围的路人鬼都在想，咋一个说相声的穿着大褂就上街了？高峰找啊找，总算找到一个自己认识的地方——寺庙。阿静紧随其后，却被庙里爆发的金光弹飞了。多亏突然出现的老白扶住了他。作为第4个出场的白家人，又一直在庙里打转，咱们可以叫他白大师。咱也不知道怎么天使还去庙里上班，难不成是来卧底的？这边阿晶抓高峰无果，那边韩诺看到了瓶子碎片，已经知道了有灵魂逃走。话说阿晶也是，你想瞒着老板，好歹叫杂役把地给扫一扫吧。韩诺立马去找阿晶，告诉他点到的灵魂一旦逃出当铺，必须在36小时内找到躯壳住进去，否则就会魂飞魄散。而一旦灵魂在躯壳内超过36小时，二者就会合为一体，他们再也无法强行收回，除非对方再次走进当铺典当自己的灵魂。我知道应该念躯壳，但原句就是念的壳。他俩都不知道这句话已经被躲在庙里的高峰听得一清二楚。你说你们法力这么高强，就不能来个传入密吗？阿静意识到事态严重，瞒着韩诺和白大师谈判。对白大师态度真诚的阴阳怪气，阿晶笑脸相迎。他提出，只要对方交出高峰的灵魂，当铺就歇业1个月。白大师比前3个老白都精，不仅不接招，还反将了阿晶一军，以帮他脱离当铺为筹码，让阿晶放过高峰的灵魂。不容易，白家人都会跟当铺讨价还价了。可阿晶并没有被诱惑，他宁愿被火烧，也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老板。白大师安排高峰住在庙里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能踏出庙门一步。晚上，高峰先是被噩梦惊醒，然后又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。在白大师的安慰下，他道出了自己当年典当灵魂的缘由。800年前，高峰的父亲官居2品，那年高峰科举未中，流经苦读，等待来年，却因为对韩罪坊头牌赵良银一见倾心，高峰痴情一片，只需跟赵良银长相厮守。高峰为他散尽家财，荒废学业，甚至和自己的父亲断绝了关系。可时间久了，梁银却变了心。不仅如此，等高峰掏空积蓄以后，老鸨就把他扔出了韩罪坊。无论高峰如何哀求，赵良银都没有再见他。这里难道是在暗示白嫖的都爱而不得便生恨？高峰就这样走进8号当铺，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，诅咒赵良银生生世世为娼。高峰的故事当铺里都有记载，所以韩诺也知道赵良银就是引出高峰的关键。虽然他已经死了800年了，可他的转世还在呀。于是韩诺便开始了脑内百度，知道赵良银如今的转世是艾米。韩诺去他工作的酒店出高价，让他穿着古装到庙里去，见到高峰后赶紧离开，事成以后还有丰厚的报酬。看到艾米的高峰果然叫着梁银追出了门，只不过白大师未雨绸缪，击退了守在门口的韩诺。经此一事，白大师警告高峰，在凌晨3点，也就是寅时之前，36小时的期限未到，他绝对不能走出这扇门。然后还得教高峰这个傻 boy 识表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场景转换到孙卓的新专辑发布会，说是新专辑，其实还是那首《两生花》。大家关系这么铁，我就不给你们放原片了。在这里等待。上台前，孙卓支开礼瓶，在心里呼唤韩诺。韩诺不为所动，和阿晶继续商量抓回高峰的对策。舞台上的孙卓人气爆棚，不过台下的歌迷其实是各主演的粉丝。当初电视剧开发布会的时候，顺便拍了这场戏，请大家把省钱鬼才打在公屏上。韩诺虽然没来，但艾米却来到现场为男友李平加油。李平却责怪他不该出现，害怕被人知道自己的女友是个酒店公关。然而两人私下交谈的画面还是被狗仔拍到了，无法堂堂正正的站在爱人身边。郁闷的艾米在酒店买醉，韩诺和阿晶找他付尾款，可艾米得知韩诺没有达到目的，便不肯收这笔钱。阿晶感叹，无论是芙蓉还是艾米，都是这么讲义气的女人，可如此善良的灵魂，为何会在800年前负了高峰呢？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K 就的阿晶问韩诺，如果当初自己没刺那一刀，芙蓉的命运会不会大不相同？韩诺也给不了明确的答案，因为人的命运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如果。接着为避高峰出来，韩诺制造了放火烧庙的幻觉，可刚抓住他，白神父却突然出现。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知道，不同的老白确实是不同的个体，而不是一个人打了好几份工。白神父凶险的十字架闪晕了阿晶，想用阿晶换回高峰。他提醒韩诺，一旦阿晶被带进庙里，就会消除所有记忆，脱离当铺。韩诺没办法，只好再次放高峰一马。此时已经到了夜里3点，36小时的期限已到，高峰的灵魂和肉体结合，算是暂时安全了。可韩诺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高峰的安全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如何融入现代社会。白大师留了一本历史书让高峰自习。
刚巧艾米因为李萍的事儿到庙里问姻缘，明知大宋亡了800年，赵良银不可能活到今天，但看着2张一模一样的脸，高峰还是忍不住现身和他说话。艾米虽然不记得前尘往事，但也觉得和这个男人聊天熟悉又安心。听他提到了赵良银，还说自己羡慕赵良银有一个善良的男人，我羡慕我自己了，属于是。艾米离开后，高峰追出了庙门，来到了大街上。高峰再次遇到了阴魂不散的韩诺和阿晶，便被2人带到了之前总是出现的神秘空间里。这里叫速度空间，剧中也没有明确解释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天堂、地狱和人间之间的中转站，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，都可以自由进出这里。8号当铺其实就存在于速度空间当中。有诗云：神秘流传于千古，存于空间第4度。8号当铺不归路，只有典当不能赎。其实我觉得导演和编剧是故意设置了这么个地方，毕竟让剧中角色老在大庭广众之下密谋一些神神鬼鬼的事儿，显得太过中二。搭这么一个固定的场景，可以把在这里发生的所有戏一口气拍完，又省了一大笔经费。韩诺骗高峰，如果他不回当铺，灵魂会灰飞烟灭。可话音刚落，就被白大师拆穿。眼瞅着到手的鸭子又飞了，韩诺只好安慰阿晶，只要高峰放不下良银，事情就还有转机。距离黑影来验收当铺的盘点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可以想办法让高峰主动来当铺，典当他的灵魂。艾米回家以后，李萍以2人个性不合为由提出了分手。艾米平静地同意了，也没有接受李萍给的分手费，只是坐在台阶上抽烟发呆。阿晶无法理解艾米的表现，韩诺则能体会到他其实不爱李萍，不像赵良银对高峰的爱，无论经历几世，受多少折磨都没有变过。哎，还是变一下吧，爱得要命了都。回到当铺以后，阿金也开启了脑内百度，想知道当年良银为何如此薄情。这才发现，原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高峰来一场挫折教育，让他不要荒废学业。高峰走后，良银还因为拒不接客被老鸨残忍毒打。另一边，高峰在庙里上香，希望关公给他的感情指一条明路，估计关二爷也很头大。白大师劝他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读书人不要那么迷信。高峰问艾米和赵良银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长得这么像？白大师却觉得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高峰得珍惜重活一次的机会。可是你不回答，有人抢答。阿晶在庙里呼喊高峰，告诉他艾米就是赵良银的转世。见高峰还在误会良银薄情，阿晶刚想说出真相，就被白大师打断。孙卓的新单曲爆红，庆功宴上，李萍约了以后别再提孤儿院的事，又扯到孙卓现在住的房子太小，提议他搬到自家隔壁，但孙卓却坚持要自己找房。孙卓找好房子 ，Peter 帮他搬家。李萍出于嫉妒支开 Peter， 没想到狗仔突然闯进来拍照，李萍慌乱之中抢过相机，拉起孙卓就跑。你说这大庭广众的往哪跑不行，偏偏要挑一条死胡同。外面的狗仔也是不务正业，居然又掏出了弹簧刀威胁2人，挣钱不要命了，属于是。孙卓只能再一次呼喊韩诺，孙卓向后跑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活人穿过墙壁，这是多好的新闻素材。可狗仔还来不及拍下，韩诺已经成功解救了孙卓，便送了李萍一对蓝色半永久美瞳，成功消除了李萍穿墙的记忆。当铺里，韩诺本想安慰孙卓，但他却为自己终于红了，被狗仔关注而高兴。此时，孙卓已不再那么需要爱情，他反问韩诺是否有个爱人。韩诺便讲了他和玉英的爱情故事。看到孙卓感动落泪，韩诺轻轻抚摸着他的头，给予安慰。看到这一幕的阿晶吃醋吃到飞起，为今之计只有尽快解决高峰的问题，完成当铺的盘点，然后就和韩诺去旅行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于是阿晶再次来到寺庙找高峰，并把他带到了艾米工作的酒店。话说你俩就这么杵在门口往里看，真的好吗？阿晶把高峰留下，想撮合2人旧情复燃，刚好让高峰目睹了艾米被客人扇耳光的一幕。艾米见到高峰，主动提出让他送自己回家。艾米感叹自己容颜老去，却不得不在声色场所苟延残喘。高峰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诅咒，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作。艾米苦笑回答，他不是没想过改行，可每次刚到新公司入职，不是火灾就是老板跑路，还有一次地震把工厂夷为平地，所以现在只能继续干老板行。高峰，你到底是诅咒的艾米，还是诅咒艾米的老板啊？而且艾米有这本事，去干卧底不是赚翻了？请弹幕打出你们希望艾米入职的公司。高峰又问艾米为什么不找一个好归宿。艾米的霉运到此还不算结束，狗仔爆料孙卓插足了经纪人的感情，气得孙卓要和李萍延迟签约。李萍以为是艾米把这事捅给了媒体，大发雷霆。可当艾米坚称不知情以后，李萍又变了一副嘴脸，求艾米帮自己向孙卓解释。善良的艾米答应了，带高峰一起找到孙卓，在他面前演了一出勒索戏码，要孙卓给他500万，还要放火烧房子。孙卓以为艾米就是见钱眼开的坏女人，李萍遇人不淑，便答应和他续签经纪约。韩诺和阿晶看在眼里，认定奸诈的李萍是当铺的绝佳客户。离开李萍家，艾米随手把支票放进募捐箱，
高峰不免心疼他为帮李萍而丑化自己。在这一刻，他也终于想通，赵兰英当年离开自己也是故意为之。放下前男友的艾米，带高峰来到台北故宫参观。高峰以为此地是平民进入的皇帝陵寝。艾米和他解释，这里收藏着很多古董，现在对公众免费开放。韩诺和阿晶时刻关注着二人的动向。阿晶感叹，就算两人旧情复燃，但艾米依然活不过19岁，他们注定不可能长相厮守。韩诺却表示，只有让高峰再次爱上艾米，他才会典当灵魂，撤回对两人的诅咒。阿晶问韩诺后不后悔选他而不是芙蓉当助手。韩诺认真的回答，你就是我最满意的助手。说完还请游客帮自己和阿晶拍合照。不巧拍照时装着孙卓爱情的锦囊掉出来了。没有爱情影响的韩诺立马甩开阿晶就去找高峰。阿晶并没有发现老板的变化，只是遗憾二人无法留下影像纪念，然后随手捡起了地上的锦囊。回到当铺，阿晶跟韩诺勾肩搭背，笑着问他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，却被韩诺一把推开。不是，没了爱情，情商也跟着没了吗？阿晶倾倒韩诺忽冷忽热的态度，不过他的自我攻略属性再次发作，还以为韩诺是因为高峰的事在责怪自己，更急着要把高峰的灵魂弄回来。韩诺向阿晶索要锦囊，阿晶问他到底爱的是谁，韩诺生硬的回答孙卓。阿晶就问他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要收走孙卓的爱情？韩诺说，孙卓只要成功，不要爱情，他希望孙卓达成所愿，获得幸福。这次可真把阿晶气到位了，他直接把锦囊摔在了地上。捡到锦囊的韩诺再次爱情附体，上演了一出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当场。果然阿晶认定了老板爱的是孙卓，他不但听老板解释，坚持要以抓回高峰为重。从现在起，两人各司其职，公事公办。这个镜头我们可以发现，老板的眼中泛着泪花，说明他的内心确实爱着阿晶。而此时的高峰和艾米喝着小酒，聊着小天。酒到浓时，高峰喊着赵良英的名字，亲吻艾米。根据电视剧上床必怀孕的原则，第二部的男主高寒应该就是在这天晚上被造出来的。被两个男人连续伤害的艾米再次到庙里求签，白大师实话实说，他的爱情很难开花结果。高峰有满腹安慰的话想说，却又因为口误喊了一声良银，把艾米气走了。白大师劝高峰，反正艾米注定要在29岁死掉，何不放下过去，拥抱未来？这位老白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哦，天使不是人啊，那没事了。迷茫的高峰走在街上，正巧看到艾米带陌生男人回家，下意识以为他还是虚情假意的良银，直到韩诺把他带回当铺，取出了良银酿造的银酿。这两坛酒埋在韩罪坊后院，原本是赵良银为庆祝高峰金榜题名准备的，但因为高峰的误会，至今没有再见天日。高峰以为这是韩诺为骗他的灵魂编出来的，还说自己眼见为实，艾米确实带陌生男人回家。韩诺说眼见为实，却不能断章取义，又带高峰来到艾米家，正是刚刚的陌生男人只是来租房的，还告诉高峰，无论轮回几世，一个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，不管赵良银还是艾米，他的善良侠义之心和对高峰的爱一直不变。完了，越看越觉得当铺他是关门净土那边的。接着韩诺向艾米介绍，高峰是他的朋友，正好需要租房，提议两人可以合住试试，并替高峰付了定金。艾米没想到这两个人的关系挺好，悄悄问韩诺之前为什么要自己去庙里骗他。韩诺随口编了个善意的谎言，说高峰和赵良银分手受了刺激，躲到庙里吃斋念佛，自己怕他想不开，还请艾米帮忙。艾米又问自己和赵良银真的很像吗？高峰是不是很爱他的女朋友？好家伙，这是吃自己的醋了。回到当铺的韩诺给阿晶带了一把仿佛从路边隔离带薅下来的花，这还不如林仙桃送给苏婷的。阿晶还以为是老板想送给孙卓没送出去，退而求其次才送给他，气得来到了四度空间找白大师谈心。阿晶带白大师去看艾米，这个无辜的人因高峰的诅咒永世受苦，只有高峰再回到当铺典当灵魂，才能解除他的宿命。看着艾米强颜欢笑的痛苦，白大师的内心也动摇了。看阿晶和老白越走越近，韩诺心中五味杂陈，孤身一人去酒吧排解郁闷。Peter 感受到韩诺今天跟之前不一样，韩诺也觉得有种被遗忘很久的感觉在慢慢复活。Peter 提示你可能是有心上人了。韩诺回到当铺，叫着阿晶的名字，躺在床上的阿晶赶紧装睡。韩诺走到床边，情不自禁想要亲吻。韩诺离开后，阿晶又惊又喜，感觉到韩诺的软化，他就坡下驴，提出了弹性分工合作。可韩诺还来不及高兴，阿晶立马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提到白大师就该被自己说服了。韩诺脸上顿时乌云密布，阿晶反而窃喜老板在吃醋。再看看另一对有情人，艾米深夜梦到芙蓉被刺死，吓得从梦中醒来，高峰赶来安慰。艾米说他从小到大都会做类似的噩梦，梦里自己有时是古人，有时是现代人，死因千奇百怪，被推进河里淹死，被打得浑身是血，被一刀刺进心脏。可艾米不知道这些噩梦都真实发生过，赵良仪每一世都活不过29，按800年来算，最少死了27次，全剧最惨非他莫属了。阿晶本想除去自己刺死芙蓉那段，恢复艾米前几世的记忆，
有助于他和高峰重拾爱情。韩诺则认为艾米不必恢复记忆，一样会懂赵良英的心情。果然如韩诺所说，当高峰坦白自己和赵良英的过往，艾米便明白了赵良英是怕拖累高峰前途才逼他离开。高峰明白自己误会了梁莹，可已然无法弥补800年前的错误，只能向艾米保证不再让她孤单寂寞。可惜被上诉的阿晶一脸姨母笑，韩诺让他别再偷看，专心工作。一不留神，两人就抱在了一起。与此同时，李萍还在上蹿下跳。他不满意唱片公司的新合约，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孙卓的专辑，声称乐坛除了他都是蠢货。大哥，你清醒一点，周杰伦那时候都已经红了好几年了。孙卓不想再听李萍胡说八道，想独自上楼静静，却等来了韩诺。他把之前当铺不收的传家宝送给韩诺，算是对他帮助自己的谢礼，还向韩诺抱怨李萍做事不厚道，而李萍就在门外偷听。孙卓打开门告诉李萍自己不会爱上任何人。李萍激动之余强吻孙卓，得到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韩诺早就在楼下守株待兔，等李萍落荒而逃，趁机把名片交给了这个人渣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高峰和艾米的感情稳步推进，两人一起逛街，艾米还给高峰买了一大堆的衣服。时隔800年，再次吃软饭的高峰过意不去，便拜托白大师帮忙找工作，同时表示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。阿金感谢白大师帮高峰找工作，觉得就算是默许高峰典当灵魂拯救艾米，高峰最终同意典当灵魂解除梁英的轮回之苦，但希望韩诺再宽限些时间。韩诺不置可否，只是提醒高峰艾米29岁的生日即将到来。找到工作的高峰钱全花在了艾米身上，因为不想再看到她被客人欺负，他到艾米上班的酒店整晚的包掉她的坐台时间。为了两个人的未来，艾米决定辞职改行。知道两人不可能有未来的高峰，居然张口就说不用改行了。他命中注定就是要陪酒卖笑，气得艾米跑出了家门。好在一个喜讯化解了两人的矛盾。艾米居然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本以为高峰会不认账，没想到他却激动地抱住自己。苦尽甘来的艾米在高峰的怀中喜极而泣。当铺里，阿金感叹爱情真伟大，为什么有人会舍得当掉他？被扎心的韩诺沉默不语，两人一起去盘点典当物。韩诺突然预感到艾米被人挟持，眼看就要从高楼坠落，这一世的他依然不得善终吗？没过多久，孙卓摆脱李萍的纠缠，和韩诺在酒吧见面。韩诺还约了艾米，为的是引导他说出李萍的渣男行径，威胁勒索也是李萍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孙卓得知真相，立马要和李萍解约，指责他利用艾米欺骗自己。闻着味儿追上来的媒体轰炸了李萍的手机。当初那场勒索戏码只有艾米高峰在场，所以李萍自然认为是艾米把这件事告诉了孙卓，并透露给了媒体。狗急跳墙的李萍来找艾米算账。此时离艾米29岁生日只剩下1个多小时了，韩诺和阿晶换上工作服，准备接收高峰的灵魂。在最后1个小时的幸福中，高峰抱着艾米讲了800年前一个傻子因为误会去8号当铺典当灵魂诅咒妻子的故事。等艾米睡熟后，高峰赶到当铺交付灵魂，伺机而动的李萍冲上楼，却没料到身后还跟着一个狗仔。艾米被敲门声惊醒，以为高峰忘了带钥匙，打开门却是李萍。他把艾米拖上楼顶，而一直跟踪李萍的狗仔只顾拍照，任凭艾米凄凉呼救，根本不去救人。在这牵一发的时刻，救命！等一等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赶快说。高峰的废话是真多，他怕自己消失以后艾米会难过，所以希望他能知道有一个叫高峰的人会爱他生生世世。韩诺眼疾手快收走灵魂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艾米已经被李萍推下了楼。典当完灵魂和脖子以后的高峰又换回了德云社经典皮肤。艾米是否还活着？李萍在医院门口比任何人都更急着知道答案。毕竟如果艾米没死，他推人坠楼的事就会暴露。看着自私贪婪的李萍，阿金恶狠狠地在他背后留下记号。那艾米究竟有没有死呢？第8号当铺从不食言。老天有眼，因为高峰的交易成功，艾米和芙蓉胎儿都安然无恙，从那么高的楼掉下来，只是头上摔了个包。看来艾米以前确实被高峰坑得不轻，可不知道为啥媒体大肆报道这起意外，却都没有提罪犯李萍的名字。虽然说去医院探望艾米，发现了当铺的名片，艾米也想起了高峰离开前提到过8号当铺，他意识到高峰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便主动去当铺，希望再见高峰最后一面。韩诺破例同意，我还以为是让高峰再活过来，没想到就是让艾米过来看瓶子。阿金也趁此机会为自己当年赐子芙蓉向艾米道歉。艾米虽然不记得前世的记忆，但还是选择原谅了阿金。为了和高峰的灵魂世代相守，艾米向韩诺预约，他也典当自己的灵魂，换自己的孩子一生健康快乐。等到孩子结婚生子那一天，他就会来履行合约，希望韩诺收取他的灵魂以后，和高峰的灵魂放在同一个瓶子里。能收取高贵的灵魂，又能让2个相爱之人永世相守，还省了一个瓶子。
阿金和韩诺都觉得很欣慰，他们难得做了件好事。可此时黑影却突然来到当铺，韩诺冲进火里护住阿金，替阿金向黑影解释，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引白家人进入当铺。黑影又立刻高兴起来，答应阿金，只要他能成功引诱白家人，就让他做下一任老板。回到现实世界，李平假惺惺地向艾米道歉，并感谢他没有向警方报案。听到艾米说现在只想过平静的生活，李平心中更是窃喜。但这个人渣当然不会这么好运逃过制裁。他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是他推艾米坠楼的照片。这角度，欺负观众没拍过照是吧？拍照的狗仔要李平3天内给他1000万，否则就把底片交给警方。心烦意乱的李平去酒吧，Peter 为他调了一杯8号当铺，说这杯酒可以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。这话让李平想起了韩诺给的名片，便来到了当铺交易。Peter 真是当铺金牌销冠。一开始李平不相信当铺的能力，但当韩诺说出狗仔要1000万才会交出底片时，李平意识到这个老板并非凡人。他希望韩诺帮他彻底解决狗仔。韩诺表示，李平原本能活到98岁，想解决狗仔就要付出10年的寿命。李平一听自己还能活到88，便欣然签下契约。阿江质疑韩诺放水，凭啥李平用10年的寿命就能换狗仔一条命？再说了，老天爷又不是瞎子，李平这种垃圾怎么能活到98？你没听过好人不长命，祸害留千年吗？得到当铺承诺的李平约狗仔见面，压根没带现金。狗仔不满，想把筹码翻倍，被李平扼住了命运的喉咙。然后狗仔被口中的糖炒栗子卡住气管，导致窒息。李平便拿走了狗仔的背包。看着他意外死亡的新闻，李平又有了新的困扰。孙卓来找李平谈判，需要两人只有工作关系和友情，还让他在唱片制作人和经纪人之间做选择。因为李平做经纪人就无法专心创作，意识到自己写不出好歌的李平再次来到当铺，厚着脸皮说狗仔的死纯属意外，不算数。他要用10年寿命换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敢跟当铺讨价还价，你是真嫌命长啊！李平甚至还语带威胁，如果韩诺不同意，他就把韩诺干的魔鬼勾当告诉孙卓，让孙卓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大哥，人家孙卓是当铺的老客户了，而且还是老板的曾外孙女，你威胁得着吗你？韩诺居然同意了，冷着脸修改了契约。阿金不满，提起韩诺，这样一来，孙卓有了好歌会更红，但如果给了孙卓太多不属于他的成功，小心会折了他的阳寿。阿金有多好哄，你们也知道，老板陪他跳了一支舞，他立马又心花怒放了。韩诺去找孙卓，问他对现在的成功是否满意。得知孙卓还想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歌声，韩诺让他继续跟李平合作，他会让李平不再干涉孙卓的私生活。正事聊完，两人手挽手去吃饭。阿金看到后醋意大发，白大师刚好趁虚而入，把肩膀借给阿金。注意，白大师咽口水了，天使居然对着恶魔咽口水了。但现在情感关系还不是最乱的，等下一个老白出场，剧情会更加酸爽。尽管白大师暗示阿金，韩诺对孙卓好，并不一定是男女之爱，可一根筋的阿金却没有听出弦外之音。哎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自打去当铺完成了交易，李平的创作灵感那要一个稳如窜稀，势如尿崩。但他也变得越来越偏执，好像是有那个大病，连觉都不睡了，没日没夜的写歌。一天早上，他跑到孙卓楼下弹吉他，等人下来了，还把人家强拉到一间废弃的小屋里绑了起来。孙卓害怕极了，只能在心里呼唤韩诺，但韩诺此时正忙着教阿金打台球。没办法，孙卓只好趁李平写歌时拨通了 Peter 的手机，装着和李平交谈，提醒 Peter 自己被绑架的位置。李平发现孙卓偷打电话，立马恶从心中起，在愤怒的拉扯中，孙卓撞到桌角昏了过去。感应到的韩诺立刻扔下阿金，闪现施法弄晕李平。Peter 也只好赶到，两人把孙卓送回家。惊魂未定的孙卓抱住韩诺痛哭。阿金不满再次输给孙卓，在楼下看到 Peter， 不仅问他：“你难道不是醋吗？” Peter 认为只要孙卓平安就好，典型的古早偶像剧男二心态。咱也不知道为啥当年的偶像剧男二全是好人，女二全是坏人。这之后，孙卓因惊吓发了高烧，韩诺对他悉心照顾，而阿金也琢磨清楚了，李平的一系列骚操作都在韩诺的掌控之中。这人渣不是真正的天才，过多的灵感一定会压垮他。只要李平疯掉，孙卓就能摆脱他的控制，走上事业巅峰。难怪黑影说韩诺的灵魂偏向自己，这也太腹黑了。韩诺处处为孙卓考虑的行为，让阿金觉得自己地位不保。这么韩诺这几年只要是生意，他都会告诉自己心里的盘算。可这回牵扯到孙卓，却瞒着自己。韩诺没有正面回答，令阿金更为心寒。而阿金刚离开，孙卓就醒了。其实刚刚他一直在装睡。为了让韩诺留下，孙卓还假装头疼，靠在他的怀里。我去，这茶味太浓了！就这样喊出那句：“阿金好坏啊，不像我，只会心疼该该。”伴着杜德伟的歌声，以及默默守护他的白大师，阿金从白天走到黑夜，又从黑夜走到白天。恭喜两位微信步数突破10万。此时的李平已经彻底疯了，给孙卓留下了一大堆好歌。回到当铺，阿金发现韩诺在等自己。打工人阿金怒怼老板：“你能活千年万年？”孙卓这样的客人不知会遇到多少个。
你能拥有他多久？韩诺刚想说出自己和孙哲的关系，阿江却是我不听的态度。他不想听到任何孙哲的事。你倒是让他说呀，他说了，我下期视频都不用做了。阿江气韩诺对孙卓过分关心，韩诺气阿京和老白纠缠不清，两人又大吵了一架。我伺候你100多年，我上个家可以吗？好吧，本期第8号当铺就在韩诺和阿京的误会中结束了。这个单元是唯二编剧原创，而非改编自小说的故事之一。小时候看确实觉得很感人，赵良颖、芙蓉、艾米可以说是本剧中除了玉英之外又一个至善的完美角色。她善良仁义，对爱情忠贞不二。姜子平的演绎也非常精彩，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个角色又有点过分良善，甚至会被人说成是恋爱脑圣母癌。赵良颖和芙蓉不说，艾米居然连李平这个差点杀死自己的凶手都放过了。在法治社会，这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行为。这一单元登场的白大师前期是真不讨喜，对他来说，白家利益压倒一切，宁可救高峰也不救艾米，只因为高峰的逃脱可以削弱盗墓势力。虽然最后也没救成，只能说编剧没设计好白家人的行事准则。虽然韩诺说他们要世界和平，也没看到白家为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，只是不断给当铺使绊子，而且还是蚂蚁搬大象那种。如果编剧能更用心的打磨这条线，这部剧肯定会更加好看。后期白大师阿京有了感情线，总算变得可爱一点了。从温馨刘志芳单元的白老师到艾米高峰单元的白大师，两个老白对阿京的感情是逐步深入的，而阿京的白家也是越来越不当外人。在下一个单元中，阿京的专属天使白家资历最浅、年纪最小、只有1500岁的白约翰就要登场了。但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客人？韩诺和阿京的误会能否解开？黑暗世界和光明净土的争斗，谁才是赢家？接下来就是第8号当铺第1部的最后一期。我会对剧情和人物做整体分析，反正还是老规矩，3天之内更新最后一期。拜了个拜。